探戈杂谈室。Ni vos ni yo supimos cuál se perdió, ni dónde el bien y el mal tuvo un día final y otro día comenzó。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探戈杂谈室。今天呢，我们直接破题来到探戈你最红。探戈你最红。好，那今天呢，原本我们要继续往下谈音乐的元素，但是瑞然老师他在8月开始到今年底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企划，一个非常大的节目要举办，所以我们今天节外生枝出一座大森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台湾探戈音乐节。那我们的策划人就是瑞然老师，他从海外连线，集结了非常多的台湾的探戈音乐家以及相关的工作者来办这个音乐节，非常非常精彩。那已经活动的讯息已经放到网络上面，所以我们会放那个在留言区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所以先请教一下瑞然老师，这个台湾探戈音乐节有什么特色嘞？哇，这特色很多哎。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活动啊，因为应该是讲说，阿根廷的探戈音乐传到台湾来以后，大概发展有20年左右。对，然后这20年我也就都跟着所有这些人一起成长。我觉得蛮有趣的，看所有这一群探戈音乐家们，从接触，然后开始那个就组乐团，然后后面开始有演出这样子，就一路看着大家走了20年的经历这样，所以我就在想说，OK， 那我们就来办一个好了，就大家一起来这样子。那好棒哦，大家都共襄盛举这样。对，然后就是在这个音乐节里面呢，当然我们会有有音乐会，然后因为我认识所有这些探戈音乐家，也还蛮有趣的，我竟然认识全部台湾的音乐家这样，所以这次这个音乐节，我觉得应该说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我们包含了所有现在正在活跃的探戈乐团，台湾的探戈乐团，就是我觉得很棒啊，这个感觉很好，能够把大家能够凑在一起这样子。对啊，而且我看好像还有一些跨界的，对不对？对，因为本身这些乐团就是每个乐团它的属性都很不一样。对，所以我在分配这些节目的时候啊，其实就会很有趣，因为每个乐团它的就是除了探戈音乐之外，他们还有别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说，这些乐团除了探戈以外，它也会跟其他不同音乐领域有做结合，或是有对话这样子。所以像我看，黄金时期一定有的嘛，比较适合舞会的。那也有单弓努埃佛，也有 jazz， 也有相送，也有台湾民谣跟电子，非常的多元。对。所以你是想要就是一次给大家看所有探戈音乐可以变化的这个样子，这样吗？一方面就是譬如说，我就请永隆他们他有一个小三重奏这样子。对，那他就会演那种就是探戈，还有那个阿根廷或是乌拉圭的，我们上次有讲嘛，就是坎东北啊，就是这些比较是民族音乐的，所以我们会一方面会从那个探戈的历史来讲，就是譬如说他怎么从这些融合这些当地的音乐，然后开始变成是探戈这件事情。对，然后到他譬如说永隆的 Tamvolution， 他们就比较是譬如说是在 D'Arienzo 是舞会型的，
舞会型的这种音乐这样子。嗯对，然后譬如说到 A Touch 的话，他们就会有各种，就是两边都有，就是它嗯有舞会的，然后也有音乐会形式的探戈嗯这样子。嗯对，所以我们在主题上面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区分。对，然后譬如说到那个Musa Tango 啊，那他自己本身是那个团长是阿根廷人，可是也对，是爵士钢琴家这样子。嗯所以就会有比如说探戈跟爵士的一些对话这样。然后我也请了你们就是台中的阿尔玛探戈团这样子。嗯，对，因为你们这个团很有意思，他就是他们也在唱那个香颂嘛，法国香对颂。对对对，嗯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请他们就是有一场音乐会，也是办有一点讲座的，就是探戈跟香颂的相遇。因为譬如说在1930、40年代的时候，就是探戈为什么会变这么红，是因为他先跑到法国去嘛。嗯，对，对，然后就是造成了风潮以后，然后再带回阿根廷。那嗯所以在这段时间，其实探戈跟香颂也有很多的对话，这样子。嗯那就是这方面我们会把很多有关呃探戈的音乐的历史，也放进音乐会里面来，就是以音乐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对，然后后面呢，我们就会譬如说就是进到台湾了。嗯对，我们就会有，比如说是像那个陈希志他们的纯粹探戈，他们就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歌谣这样子，然后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甚至到电子，就是从黄金时期的风格一直到电子探戈这个风格，然后它会有，可是都是台湾歌谣这样子。嗯然后到后面呢，就会有譬如说 Circle，他们就是用探戈的元素，全部是重新创作，就是台湾的，用台湾原住民啊，就是那个巴奈的那个原住民歌手来创作探戈的歌这样子。所以就是想借由音乐节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就是探戈不只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标准舞的那种探戈。嗯对对对对，所以想给大家看到说，就是整个历史的脉络和这个阿根廷的探戈到台湾来以后这20年的发展是这样。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包含了探戈的前期，可能准备进入19多少年的，然后一路到了现在2022年，这样包含100多年的时间，然后从阿根廷发源，然后搬到了法国，然后又回到阿根廷，然后又再来台湾，这整个历史都呈现给大家听，这样。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除了有这个音乐会以音乐的方式呈现给大家以外，就是我们这些不同的团的演出，其实都伴随有他自己这个团的一个讲座或是导聆。就是除了让大家听音乐会以外呢，我们也会让大家就是在知识上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探戈这件事情，它是怎么跟整个世界的文化做交流，然后它怎么从融合里面展现出它在不同时期的时候展现出它的一些不同的面貌，这样子。非常的精彩。那这样子，那个音乐会跟讲座这些安排上面有遵循历史上面的这个时间点吗？还是没有？其实本来没有说想要这样，可是那个因为乐团的档期的关系啊，结果后来排下来以后就发现，其实还蛮合那个，还蛮合那个历史的脉络。不错不错不错。对，很巧合，非常巧合，就是前面的音乐会其实还蛮历史性的，就是还蛮阿根廷、乌拉圭的。然后走到后面就开始有混了，比如说爵士啊、香颂啊，然后到最后竟然全部都是台湾。这个我没有事前规划，只是档期凑一凑，竟然会变这样的。天注定啊，好棒哦！对对，真的很棒，真的很棒。那除了音乐会
作之外，还有工作坊跟舞会是吗？对，我们就是8月底的时候，我有一个工作坊。所谓的工作坊就是探戈音乐演奏的工作坊，这样。对，就是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就是会乐器的人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主持的这个工作坊，然后这个工作坊呢，就为期2天。我会带大家分步练习啊，然后讲一下如何诠释探戈音乐这样。然后第3天的时候，我们会去那个 Tango RC 那边，就是他们的舞会里面，我们会到他们那边，就是有当现场乐团的演出，这样就给学员有可以去现场乐团现场舞会的那种氛围。对，那应该会蛮有趣的这样。那这个工作坊有限定只能给探戈常见这些编制的这4种乐器吗？没有其实并没有，就是其实什么乐器其实都可以这样子。其实有特别的乐器吗？这一次还蛮有趣的，就是有人竟然有柳琴跑来跟我报名啊，好酷哦，柳琴啊，有柳琴然后还有萨克斯风这样子，还蛮酷的。那接下来就是探戈与中式乐曲的结合了，这样。是啊，到时候我就头痛了，因为如果我要用它的话，那我就是编曲还要把柳琴摆进去，还要编进去。哎呦，那一定很酷，很酷，超酷的啊，超酷的。哎呦，好期待哦。对，等一下，我给你另外一首曲子。对，那个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也有那个一个探戈音乐工作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除了手风琴以外，我们有竖笛跟还有萨克斯风的。对，那个声音结合还蛮有趣的，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做。好酷啊！那这样带着这些参加工作坊的音乐家们一起去舞会里面表演，那对于音乐家来说，音乐跟舞池的关系是什么？对，这个就是我写这个工作坊的主要目的。对，因为除了这些，有一些音乐家来跟我报名的是已经有演奏探戈的经验，而且是探戈舞会的经验。可是其他的一些来报名的音乐家，我看了他们的经历，大概没有舞会经验。对，就是他们会有，比如说演奏皮亚索拉，就是音乐会形式的音乐，探戈音乐这样。可是看样子是没有参加现场舞会的经验那样。所以这个也就是我想要给这些音乐家们一些很珍贵的体验，因为就是我们所谓的音乐家，我们习惯是在音乐会里面演奏探戈，然后是以音乐会的形式给坐在那边乖乖听音乐的观众在表演这样子。对，那我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工作坊，然后把这些音乐家带到现场舞会，让他们自己来体验什么叫做我在这边表演的音乐呢，可以去驱动整个舞池，然后去感受一下当我是现场乐团乐手的时候，怎么跟舞池在互动。对，那就是下面的观众不是在那边乖乖坐着，而是他们是都在跳舞这样子。对你自己来说，因为你也有音乐会的经验，你也有舞池的经验，这2种带给你的感动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就是因为音乐会我演奏下去，就是大家是很专心在听的。对，所以就是我的演奏的东西就是我是以纯音乐，而且是每个小细节的部分，我可以借由声音这件事情传达给我的听众，然后因为听众是乖乖坐在那边。可是舞会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而言是我要如何用我的音乐的律动把它传递到舞池里面，
嗯然后让舞池能够借由我的音乐很舒服在动这件事情。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两件事情不一样，不一样。对我两个都很喜欢。嗯对，因为那个音乐会这件事情，我可以讲很多更细致的事情。嗯可是舞会这件事情呢，我很爽，是因为我在演奏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这整个舞池，当我在变化这些节奏的时候，他们会跟着我一起动。然后，比如说我在演很嗨的曲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跟着很嗨，这样子。我在演达利安丑，我那边突然停掉的时候，他们也会跟着一起停，这样子。然后演出完了以后，他们会欢呼这件事情，就嗯很爽，这样子。嗯，对，所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样子。以一个音乐家来讲，那你还有办一场你自己的音乐会？对，因为这次啊，我觉得有一点可惜的是，就是我嗯自己的那个团友的团啊，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没办法把他带到台湾来嘛。嗯，对，对，就所以那个就是台大雅颂坊那边就提议了说，诶，那如果团国没有办法的话，那你要不要自己开一场音乐会这样子？我说好啊。对，就变成是我就开我个人音乐会这样子。对，但是还那这个是有找其个人音乐，他的音乐家一起嘛，对不对？对，我就有嗯，找一些我自己的家人啊，我妈妈还有我的弟弟也要一起来表演这样子。哎呦，好酷哦！你们全家都是音对啊，乐家啊？可以这么说，对，大哦家都可以演出这样哦，子。好酷哦！对，所以我们的嗯，开场就是我们一家人这样子。太酷了。对，而且我觉得很高兴，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嗯也跟我一起来走这趟音乐旅程啊。嗯就是因为我的这场音乐会里面，当然我会重点会放在探戈上面。嗯，对，可是呢，因为我觉得探戈呃本身它就是一个混种的文化嘛。对，对，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我是从菲律宾来的，这样。我在菲律宾出生，我在台湾长大，然后我跑到维也纳来接受那个古典音乐训练，然后娶了日本太太这样子，然后再演阿根廷探戈，完全就是一个大混种这样子。对，所以这所有的事情，我就会以探戈为基调，然后把我这些所有的人生的故事，也会放到这场音乐会里面，这样子。嗯，等一下我们可以听一首《爱之杯》哦。为什么想要分享那首歌呢？《爱之杯》。因为这首曲子是一个维也纳的作曲家叫克莱斯勒写的。他本来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这样子，然后他是维也纳出生的。然后我就把这首曲子把它改成是给我们团狗的演奏这样子。哦，我们四重奏的表演这样。然后可是因为这次团狗没有办法来，嗯对，所以我想说，在我们今天这个分享里面，把团狗放进来，因为到时候我们大家也看不到团狗这样。对，那我是请那个 A Touch 那个团来跟我一起演奏团狗的这些曲目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
前面有那种情感的纠葛的感觉，然后中间就开始淡下来了。对，好美的一首歌哦。第一对，然场后是几月几号？第一场我们是8月16号有个开幕的讲座，好 ，OK。对，有一位就是北医大的老师，易伟林，就是我那时候前阵子我有请他写一篇有关台湾，就是我们这4个大乐，就是最开始的这个乐团的团长的故事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开幕的讲座也就是会以这个为主题，所以就是会有我啊、希志啊、程忠啊，还有永隆，我们4个人会到那边有演奏啊，会有对谈啊这样子，然后就是为整个音乐节等于是开幕这样子。我昨天有跟 Irene 就是维林老师聊天，他也有聊到这个讲座，对，我们也认识很久了。那他很会讲讲座，他讲座的方式跟其他音乐人讲座又很不同，所以很推荐大家这个开幕一定要去听，又可以看到所有台湾4大巨头呀，算了，我把它叫4大金刚。4大金刚，4大金刚的那个现场的访谈，跟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演出，对不对？对，会有一点点。很期待。然后还有舞蹈表演，海韵昨天有。对，还有舞蹈表演。然后那个讲座不会只是就是讲座，就是那其实会那个维林姐她会把它弄成有点像剧场式的，所以会有灯光啊，然后大家会走步啊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剧场形式的演出这样子。非常的期待。那最后想问问老师，为什么想要办这个音乐节嘞？是怎么开始策划？怎么开始的？这个本来去年我们就想要做了，对，因为去年刚好是 Piazzolla 100年诞辰嘛。对，那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讨论一下，就发现其实完全没办法做，太麻烦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台大雅颂坊那边跟我接上线。然后就想说，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今年来做好了？对，因为刚好今年是那个也是 Piazzolla 的逝世30周年，所以其实也刚好搭上了某一个比较重要的诞辰，这样子。一个日子这样子。对。然后我想说，就我前面有讲到嘛，就是台湾探戈音乐也差不多刚好发展了20年这样子，然后想说，这样看大家发展的还蛮不错的，我想说就借由这个机会来把大家凑在一起来做一个这样的音乐节，这样，所以就是那时候开始发想以后，我就跑去问各团的团长说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说好啊，可以啊，所以就开始做了。那整个策划就花了半年多，我们从去年底就开始了这样子。好棒哦！听说还有一个小小的理由是吗？对，还有一个小小的理由。然后因为今年我刚好就10月的时候，我自己也要满50岁了，这样想说50岁，我想完成一个心愿，这样子，就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音乐节啊，那就很感谢啦，大家所有的人都很配合，一起来合作这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对啊，好棒哦。对啊，蛮好的。先预祝老师生日快乐。不要太早了。不能太早呀。太早住了，还没到。4个月，很快。对啊。好哦，那等那个售票连结出来的时候，会再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记得要去抢票啊。对，因为那个场地蛮小的，所以应该很快。如果大家不去抢的话，很快大概就没座位这样子。真的，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分享给大家这样子。我在想就是因为这整个活动会蛮久，会到月底年底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到时候时间到某个音乐会快要到的时候，譬如说我可以把他们的团长介绍过来你这边，就介绍接下来这个音乐会这样子。好啊，因为我看里面的曲目都蛮精彩的，而且每一场都不太一样。
对，好，很期待啊，所以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探戈你最红。对，好呀探戈你最红。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下次再见，对，拜拜。对啊，我7月3号就要搭飞机回来，4号回来。然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是7月12号吧，就可以出关了，这样子。这样我可以上你实体节目，耶！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聊天了，这样。我到时候也要做头发。